这个花季少女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，随着男人一声令下，一群禽兽夺门而出，将女孩残忍轮奸，再拍下视频留作纪念。回到家，小雅将自己锁在房内，每天以泪洗面。她不敢想象，看似温文尔雅的学长竟是这般变态，故意将她诱骗到家中，喝下事先准备好的迷药，然后对她进行非人的折磨。小雅试图将情况告诉母亲，可话到嘴边又因为羞耻忍了回去。她以为忍忍就过去了，没想到学长竟堵在她家门口。她吓得跪地求饶，发誓不会报警，只要放她一条生路。但学长根本没想放过她，他再次拿出迷药，威胁她不喝下去就将视频公布于众，还警告她就这样，小雅在一群禽兽的目睹下喝了迷药，意识逐渐模糊，伴随着狂风暴雨过后，痛苦地瘫倒在公园。可令小雅想不到的是，视频还是发到了网上。原来这帮禽兽还要将视频当作素材贩卖出去，换取牟利。这边警察老金很快介入了调查，他找到小雅的母亲，告诉她事情的原因。母亲看着女儿被凌辱的照片，悲痛欲绝。她含泪祈求老金严惩罪犯，同时保护女儿的隐私。可哪有不透风的墙？禽兽们虽然都绳之以法，但风声还是走漏了。媒体将母女二人围得水泄不通。出于对女儿的保护，他们选择隐姓埋名，去到另外的城市生活。多年后，小雅已经成为一名老师，看着她自信的笑容，仿佛已经走出阴霾。但意外又发生了。这天，小雅在加班，不知道哪位同学好心送来一杯咖啡，她没有顾及，喝了下去。只是她还不知道噩梦会再次来袭。女生千万不要独自加班。她刚喝下一杯咖啡，随后就晕了过去。而门外出现了几道诡异的身影。小雅醒来已是第二天，只见她衣衫有点凌乱，手上还莫名多了一道勒痕。她想洗漱一番，突然手机响了。一个自称大师的人给他发来一组视频，上面赫然是他被迷晕后受辱的画面。一群蒙脸变态甚至还晒出了他的身份证。他想忍，可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难道童年的噩梦要再次经历？他故作镇定地去上课，没想到消息再次发来。这一次，全班竟然都被拉进一个群里，随即出现了倒计时的提示。小雅慌了，她惊恐地吼着同学，让他们放下手机。可没人理他，绝望的他瘫坐在地上迎接审判。但是意外没有发生，画面里出现的竟是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小静。她慌忙地逃出班级，小雅怕出意外追了出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班长所为，他将小静带回家，威逼利诱下打了扑克，然后拍下不雅视频，之后更是逼她就范。可小静是个硬骨头，偏偏不肯，于是才有了这次爆照事件。小雅还得知班长跟大师是一伙的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小雅决定偷偷跟踪班长。此时一个身影正注视着一切，他尾随一行人来到 KTV， 本想查出点什么，可一回头，一个大脸盘子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他赶忙逃跑，而身后的人也开始穷追不舍。情急之下，一个身影出现，将他救走，是警察老金。小雅好奇他为什么会出现，原来当年被媒体报道是老金收了狗仔的黑钱，为此他非常自责，也丢了警察的工作，所以这些年一直都在暗中保护着他。小雅当然没有原谅他，转身离开。老金早有心理准备，他只想为犯下的错误做些弥补，于是自己展开调查。另一边，大师又给小雅发来了信息，小静被绑架了。这个女人不想活了，她写好遗书，准备好安眠药和刀片，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突然手机响了，竟是自己的学生小静被绑架了。就在不久前，她被人迷晕拍下不雅视频，很明显这是冲着她来的。为了不让悲剧发生，小雅决定孤身前往。来到一所废墟，桌上摆放的是一瓶饮料，她当然知道这是什么，还是少女时代的她，正是在这瓶饮料下被多人残忍侵犯。但为了拯救小静，她毅然决然地喝了下去。醒来后已是被五花大绑，她顾不上自己的安危，焦急地询问着小静的情况。可没想到小静完好无缺地出现在她面前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主意，是她在小雅偷偷跟踪班长时注视着一切，也是她逼迫班长给小雅送去咖啡，将其迷晕。就在他们准备再次直播凌辱小雅时，警报声响了。其实小雅早就将地址发给了警察，此行除了拯救小静，更是为了揪出幕后黑手，去除心魔。这些不良少年慌不择路，想要逃跑。警察和老金
金第一时间冲进来，将他们一一逮捕。但危机还没结束，小雅通过通讯记录发现，这个大师另有其人。锁定追踪位置，他们来到一所房子，房间里昏暗压抑。老金发现电脑上正是色情网站的界面，他想让小雅离开，等警察来处理。突然一声异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竟是一个10来岁的男孩，他一句话不说，只是哭泣着。老金尝试着拨通大师的号码，没想到男孩的手机亮了起来。谁又会想到大师竟是个13岁的小孩，是他在网络背后操控着一切，诱导高中生们一同犯罪。由于韩国的法律不能对未成年判刑，所以只能严加看管再进行教育。庆幸的是，悲剧没有发生，小雅也完成了自我救赎。透过这起未成年人的模仿游戏，可以看到很多社会问题，网络安全、校园霸凌、家长对孩子的安全教育，以及女性受到侵害后的心理干预。但最重要的还是法律的完善，我们的安全需要得到保护，坏人也应付出代价。我们下期见。